家好，我是安如。明天呢就是除夕了，中国的大年夜。首先呢，我想在这里祝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和全世界所有的华人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那么除夕，和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呢，应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里面最重要的一次家庭聚会了。那么曾经在海外的我们呢，无论天涯海角、五湖四海，到了过年的时候啊，一定都会回家，回到父母的身边，和自己的家人呢吃一顿团圆饭。那么今年呢，由于疫情的关系，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华人跟我一样，没有办法回家，回到父母的身边，我们非常遗憾，也很无奈。但是我觉得在海外的我们还是应该吃一顿隆重的、有仪式感的年夜饭，至少让我们在这里的家人、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身边的朋友呢，能够继续感受和传承着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。那么这一期呢，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家今年的年夜饭。那么在做年夜饭的当天呢，厨房一定是热火朝天，快乐并忙碌着的。但是其实呢，有很多食材我们是可以提前来准备的，这样就可以减少当天在厨房里的工作量。比如说，在我明天的菜单里面有2道菜，我是可以今天提前准备的。第一个就是粗腌樱桃萝卜，第二个就是叉烧。那么我的口号就是，我们都不是米其林的厨师，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做出可口的饭菜，只要相信你自己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准备吧。那我们呢，现在就先把樱桃萝卜洗干净。切萝卜呢，就像是蓑衣黄瓜一样的样切。切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放一点盐，让它腌制一下，出点水。然后要把萝卜的水给挤掉，让它等个半小时。好，等我们腌制出水以后，把这个水过滤掉。现在我们在里面可以加入白醋，大家根据自己做的量来看了。今天估计要3汤勺半，然后糖的话。差不多也是用2汤勺半，然后一样，我们把它盖起来了以后，摇一摇，一样的隔夜冷藏，到第2天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口味。这个腌叉烧的粉，这个在亚超里面都有的卖。打开以后呢，我们一般差不多用1半的量，差不多就这样1半的量。然后呢，可以加入清水，这样。然后喜欢口感更加重的朋友呢，可以加1勺糖。喜欢颜色比较深的朋友呢，可以再加1勺老抽。
好，然后搅拌的差不多了呢，我们可以加入我们切好的葱、切好的姜，然后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处理猪肉。猪肉呢，我这次买的就是猪颈肉。这里差不多有1公斤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看一下怎么分割它，就把它这样横过来3块吧，这样。好，切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肉啊放到这个我们的腌制的容器里。一般呢，我会把它腌制过夜。然后呢，每隔几小时的时候吧，把它拿出来翻拌一下。好，把它保鲜膜包起来，然后进冰箱，等着明天腌制入味了以后呢，进烤箱。其实今天还可以再事先准备一道菜，那就是我们可以先熬一个鸡汤。那么这个鸡汤呢，我有2种做法。鸡肉呢，我是想让它用来做姜汁鸡，然后鸡汤呢，我想让它来做一个这个虾球汤。好，开火，大火先让它煮开。然后等鸡汤滚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加入事先准备好的姜片和葱，可以增香鸡汤的味道，也可以用来去腥。好，就让它这样煮个2个小时吧，我们待会儿再回来。2个小时的时间到了，你看汤色很清澈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关火，等它冷却就好了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的除夕夜了。首先呢，我在这里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，虎年吉祥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准备工作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准备一些辅料。今天的辅料呢，我们用到的是有很多的葱姜蒜，还有我在花园里自己采摘的一把芹菜，这些都是调料和装饰用的。我们先把它给处理了。芹菜主要是用来装饰用，然后我们来处理葱。葱呢，最主要是蒸鱼要用，还有也是的装饰要用。这里的葱大家看一下都好大，没办法，我现在只买得到这样的葱。这个呢，到时候蒸鱼可以铺在上面。余下的这些葱呢，我们切成葱花。姜呢，我今天是有2个用处，一个是蒸鱼的时候要用，还有一个是做姜汁鸡的时候要用。那蒸鱼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先把它切成这种薄片条状的就好。然后其余的呢，我们就来磨姜汁。好，我们的姜泥就磨这些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处理一下这个虾仁。好，我们人就把它放入这个容器中。刚才忘了切一点姜末。我
我们准备了一点给姜汁鸡，但是这里的虾球也是要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虾泥中放入刚才切碎的葱花，然后加入盐、料酒、少许的淀粉，我们把它调匀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刚才的虾泥捏成虾球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一盘虾球就完成了，那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到冰箱里面待用。我们现在要泡发这个粉丝，那么我们的虾球粉丝汤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处理我们的叉烧。叉烧我们只要放到烤箱里面烤就可以了。这个肉呢，我昨天晚上又再次把它翻面浸透的。那一般呢，它一共是要烤40分钟左右，上下火220度。我们下面呢要垫一张锡纸，要不然呢，它这个汁水弄到烤盘上会比较难清洗。所以我做了2层保护，上面是锡纸，下面是这个烤箱纸。那我们烤到25分钟的时候呢，我会把它拿出来刷一层蜂蜜，然后呢再继续用那个风烤，再继续烤15分钟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入烤箱，上下火220度。现在来准备孜然羊肉，那么羊肉呢，选好一点的、嫩一点的。我们现在先切块，切成这样的小块就可以了。这个是秘方调料，这个里面有孜然呐、芝麻呀和各种香料。这个是我从国内带来的，就是有一点像上海的那个新疆饭店耶里夏利的那个味道。我们是现成的调料，我们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把它腌制一下。好了以后呢，我们用油给它封一下。现在我们来处理洋葱，这个是一个红洋葱，因为它有一点的搭配的色彩的作用。然后我们冲洗一下。现在的孜然羊肉呢，也已经全部准备好了，放在旁边待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处理鱼，清蒸鱼，中国人嘛，对吧？讨个口彩，蒸蒸日上。我们把这个内外都清理干净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从鱼背上开刀，这样呢可以让它蒸得更透一点。好，我们前面准备好的，把姜都塞到我们这个切口里面去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在烹饪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它去腥。然后一样的，我们用料酒处理一下。然后这个鱼呢，待会儿就100度蒸10分钟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留到旁边待用。好，我们之前的叉烧已经好
了25分钟了。现在呢，我给它们抹上一层蜂蜜。今天这块肉我切的比较厚，看了，所以40分钟可能不够，可能我们要加一点烘烤的时间。加一层蜂蜜呢，不仅能够增加它的口感，还有它的色泽，到最后呢，它会变得更加的好看。好，我们继续放进烤箱，要用烧烤档，就是 grill 的那一档，然后继续烤20分钟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准备蔬菜部分了，基本上。那么我们做一个蓑衣黄瓜，原则上它是不去皮的，因为看上去会比较漂亮一点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在国外买到的这种黄瓜呢，皮都比较老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去一下皮。好，然后我们2头2尾去掉不要。蓑衣黄瓜的切法呢，我就是这样一刀下去，刀不落在这个砧板上，那么它就不会断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反过来，在这里没有切到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把它45度切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切断了，吃起来比较方便，所以我就呢是基本上属于每5刀我切断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稍微的用盐腌一下，让它去水。好，那待会儿呢，我们就调一个酱汁给它就好了，放在旁边待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来处理这只鸡了。我觉得不懂一点解剖学，没有办法来处理它这个。所以而且我家里的2个男人呢，特别是我老公，外国人不太习惯吃有骨头的鸡，所以呢，我来把它看看是不是我今天这个姜汁鸡可以去骨呢？那么我们姜汁鸡的先前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好了，开始蒸鱼，进蒸箱，100度10分钟。好，水开了以后，我们串入我们洗干净的菠菜。水再次开了以后呢，把菠菜沥出来，把这锅水给倒掉，然后我们就关火的状态下，把菠菜仍旧放回到锅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调味了，麻辣油可以多加一点，加盐。在刚才穿烫的时候也可以加入盐，我在这里呢还加入一点点的那个鸡精，这样子呢，它的菠菜呢有一点它的原汁原味的香味和它橄榄油的香味都在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装盘。熟的杏仁点缀一下，好，上桌。
先炒羊肉，倒油，然后我们可以加入差不多先1半的洋葱。洋葱香味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羊肉下锅。这个羊肉呢，因为它的这个质量非常好，所以其实里面吃生的有点生的话也是没所谓的。那我们现在把其余的洋葱放进去。好了，因为在腌制肉的时候，这个调味料已经全部在里面，我们现在就出锅就好，不用再加盐了。此时呢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芹菜碎，点缀一下。好，上桌。好了，我们的鱼也已经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把这个蒸出来的水先给去掉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葱铺满在这个鱼的身上。然后待会儿我烧一锅热油，把它浇上去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烧一锅热油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调一个黄瓜的酱汁，分别用到的是辣椒粉，然后芝麻可以多加一点，蒜泥，然后我们还要泼油的姜泥上面呢，我们也要加一点盐，这个盐可以多加一点，因为整只鸡的这个咸味都在这里面。然后呢，今天的姜泥不是特别多，我就再加上一点葱。油有没有烧热？大家看我筷子放进去有滋的这样声音出来的话，这个油已经烧热了，我们可以关火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来泼油了。先来一点这个吧。这油可以多泼一点，你不一定要全部用完它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好，把它搅拌一下。现在生姜跟葱花的香味全部都出来了，这个我们也来搅拌一下。鱼呢，我们也可以来调一个调料，那就是生抽，加一点糖，如果大家有蒸鱼骨油的话，那就可以用现成的。其实最好这个生抽是要加热一下，但是我今天懒得算了。然后呢，把它浇到鱼上面去。好了，鱼可以上桌了。接下来是姜汁鸡，这个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姜汁呢，大家可以尝一下味道，味道很不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淋在这个上面。吃的时候呢，大家就用这个鸡裹着这个上面的酱汁就好了。我们加点新鲜的葱花吧。好了，上桌。然后我们来处理黄瓜。黄瓜刚才腌制过了以后呢，就会出很多水。我们先要把这个水挤掉。然后酱汁里面呢，
可以加入少许蚝油，生抽1勺，然后香醋1勺。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万能汁了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酱汁淋到这个黄瓜上。好，凉拌黄瓜可以上桌了。接下来是我们昨天腌制好的小萝卜。樱桃萝卜，你看这个颜色漂不漂亮？把它装盘。好了，小萝卜可以上桌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准备这个虾丸汤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昨天煮的这个鸡汤了。然后现在它马上又要煮开了，我们把这个虾丸串下去。等它快要煮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粉丝串下去。好，等它再次煮开的时候呢，就好了。好了，看到这个油光发亮的叉烧了吗？我们最后一道菜叉烧也完成了，我们现在要把它切盘。好啦，那么我们的叉烧肉也已经做好了。爷爷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